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东工小米。今天来这个小区是厂家下了一个检测单，是马桶的检测单。前提呢就是找出这个马桶的问题，然后不用维修。阿姨说下边这个打胶的位置啊，只要一冲水，这边就漏。就这个问题呢，已经持续了好久了。现在我们冲水试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初步判定，第一是法兰漏水，第二呢就是马桶底部可能有一些烧制时候的火链导致漏水。就这两个情况，报备给客服，看他修还是不修。厂家同意维修，然后又付了维修的费用。现在我们把这个马桶给拆了。这个马桶安装的时间大概就是1年多吧，现在应该在质保范围以内，所以说早售后这些问题都是给处理的。这么看法兰也没看出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就把这个马桶放倒了以后，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，是否这个马桶的底部有烧制的时候有火链。这样呢，一方面我们是观察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它有没有湿的地方。再一个就是呢，我们可以把马桶归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把它蹭起来，然后加满水冲水，测试几次，观察是否有渗漏的痕迹。这个也就是一步一步我们做排除法。就这样反复的冲了3到5次，但是没有发现马桶法兰以外有漏水的痕迹，那么问题可以肯定的断定就是这个法兰的问题了。然后仔细观察，就是胶圈和这个塑料底壳压的位置呢有一个小小的裂口，导致漏水，就给它换了一个新的法兰。往往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呢，都是一个法兰厚度不够，压不住，然后马桶安装好以后法兰脱落，后期导致的漏水。像这个它不存在这样的情况。反复的多冲几次水，检查一下不漏水，我们就可以打玻璃胶了。我给你打胶。打完玻璃胶呢，我们这个活也就完成了。但是大爷提出一个要求，说他们隔壁家有一个老大娘的马桶，说是一直冲水不好，让我过去给看一下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过去看一下吧。说是这个马桶冲水不好。那我第一想到的呢，就是把这个水位帮它往高调一下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冲水的情况。这是1级能效的马桶，比较节水。这里是水位现在的位置，我往高调一点点，看一下。往高了调也是有限制的，这个管就是一个溢水管，水位是不可以超过溢水管，超过溢水管的话，这个水就流跑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个调节的方法，拆掉排水器，这样我们看的比较直观。就是上水器这边有一个卡扣，把这个卡扣打开，这边是可以提升的，根据你水箱的高度和你用水的高度来回可以调节，调节到你合适的位置把它锁紧。另一个，比如说你家的马桶有滴答滴答滴水的话，就是这个排水器这边这个胶圈上面可能有水渍，或者下面这一圈密封的位置应该把它清理一下，这样这个排水器它就不会漏水，密封就严实了。现在我们调完了，看一下这个水位的高度。不管你怎么调，都不可以超过这个溢水孔，这是要切记的。这个水位要比刚才高多了，距离溢水孔大概还有1公分的位置。这个我就不敢再调了，再调的话就有可能会丢水了。一旦丢水，1个月丢个几十吨、几百吨，大有人在。这个浮球的调节杆的位置可以用螺丝刀做微调，略高一点、略低一点都可以。给大家看一下丢水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这样，水一直上，但是会从这个孔流走，就直接排到下水道了，这就叫丢水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我们马桶坑里面的这个水位。有的人说我家的水位高，有的人说我家的水位低，
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是把这个补水管给它拔出来，塞到水箱里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按下排水键，把这个水排完。排完以后呢，它再重新开始补水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水位情况。现在补完水以后，看到吗？水位明显就低了。我们再把这个管给它插上去，再把水排了，然后看它这个水位情况。水再上来的时候，看它的水位的位置。很显然，这个水位比刚才要高很多。这就是很多人说我家的马桶有点借屁屁，那就是水位高的原因。但是关于这个水位高或者低，它是各有利弊的。知道的可以打在评论区，不懂的也可以打在评论区，咱们一起探讨。